你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身上不可能没有伤，又怕我说你娇生惯养，就是有伤也会咬牙忍着。但是你不能不说，如果有伤，趁早治疗比拖延好。告诉我哪儿疼？我还好，还好。什么还好？还好就是有些不好，快说。怎么说呢？屁股着地，肯定淤青了。你什么地方淤青了？快让我瞧瞧。手、脚、腰、背。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。如果很严重的话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怎么能给你看呢？去船舱里自己检查一下。我不要，我要坐在这里吹吹风，真的很舒服呢。小姐，我有点口渴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喝吗？即使在这种紧张的时刻，在他身边，我也充满了幸福感。不知道紫薇、小燕子、金锁他们怎么样了？晴儿，你醒醒！晴儿，晴儿！晴儿，晴儿，快醒来啊，晴儿！啊，他没有呼吸了，他没有呼吸了，怎么办啊？捏住他的鼻子，冲他的嘴吹气，快，要不停的吹。晴儿，晴儿，醒来啊！晴儿，醒来啊！晴儿，你的人生才开始，不能这样结束。晴儿，不要让我终身遗憾，赶快醒来啊！脉搏停了，赶快按压他的心脏啊！按呀！晴儿，晴儿，赶快呼吸，赶快活过来！晴儿，晴儿。晴儿，赶快活过来！赶快活过来！活过来！晴儿，快呼吸！他活了，他活了！现在给他疗伤药剂，要不然流血也会送命的。我去拿药箱。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，真想把你那个小大侠给乱刀砍死！我需要一床棉被，还有些干净布条和剪刀。还有，你这儿有干净衣服可以给他换上吗？有，我给你找。
坚持！妹妹，来，这都是男人的衣服呀，送给师太去。晴儿，对不起，我要帮你脱掉湿衣服，治疗伤口。你注定是我的人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把那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念头全部丢掉，知道吗？尹先生，您忙您的，我出去了啊。晴儿，来，晴儿，让我看一下你的伤口。老刘，你这儿有针线吗？有酒吗？有蜡烛吗？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请你留下来。今天的帮忙我全让尹先生负责。哎，有。晴儿，我在大理学过一些白泥人急救伤口的方法，你可能会很痛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怕你流血太多，陪我忍一忍好吗？赶快喝下去，止痛药。快喝吧。在龙县的树林里，你就给我喝止痛药，结果还是痛死我了。现在一定不会那么痛，因为你不会治了伤就掉头而去吧？你别再说了。我要把你伤口缝起来。封起来！父亲，我的父亲在口袋里。给我！你要什么？我现在没手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再忍一下。缝好了，7天以后拆线，很快就会好。不管你是金先生还是尹先生，你好了不起，我老刘好佩服你。银子你就随便给，我老刘也有江湖义气的。你好好照顾这位姑娘，我去划船。方巾，方巾。晴儿，我这次不只是给你缝了伤口，我已经紧紧地把你缝在我的心上，永远也不会再逃掉。
你醒了？渴吗？饿吗？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没发烧。来，这是哪儿啊？你伤得太重了，没办法赶到白河镇去，只好先在这儿住2天。等你体力恢复一些，我们再赶去白河镇和大家会合。你又给我换衣服了。哦，房间在这儿。你就像个婴儿，只有婴儿才有他的安全被，拿着就安心了。你怎么那么不避嫌？总给我换那么多次衣服干什么？总不能让你穿着老刘的衣服来住客栈吧？你毕竟是个姑娘嘛。这一路上，害你又摔马，又落水，现在又这么痛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能和萧大侠一起出生入死，我还觉得荣幸呢。就是请大侠治疗的时候，能不能轻一点？下次不要缝我，真的好痛。对不起，大侠昨天落水，都变成大虾了，没能好好保护你，还在你身上穿针引线，我怎么能不自责？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人缝伤口，一点大侠的潇洒都没有。害怕，加上担心，手都在发抖。你吓坏了吧？是，本来以为要淹死了，接着又中了刀，然后又被萧大侠缝，各种心惊肉跳，一个接着一个来，真的吓死了，也真的痛死了。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那你要对我更好一点，来弥补我这一刀，行吗？原来，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，才会让你觉得我对你好？反正我没有小燕子的好福气。有人为了讨她欢心，专程跑到农庄去帮她买回一些鸡老婆、鸡兄弟，甚至还教她耍鞭子。此时此刻，你不喊疼，不埋怨我疏忽了你，不吓得魂飞魄散。你在乎的是小燕子和她的鸡老婆。对女人，我还真是不懂。我对小燕子好，你会不开心？小燕子是我徒弟，照顾徒弟，对徒弟好，这样做不好吗？我们大家都不觉得你只是把小燕子当做徒弟来看待。你敢说你对小燕子没有特别的爱护？说到小燕子，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对小燕子的爱护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。不过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你应该要相信我。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够好、不够体贴的地方，我会继续努力改进。但是，请晴儿姑娘不要再乱吃醋了。经过了昨天那场生死大抢救，我和你更加密不可分了，懂吗？懂是懂了，就是不知道，你下次和别人发生大抢救的时候，会不会也密不可分？
看来我的治疗还不错，你现在也不疼了，还有力气吃醋了。你饿了吧？我去帮你找点吃的来。记住，记住，这是我体贴的表现，不要再说我没对你好了。嗯？等你真的变出东西来，才算是真的对我好。我要看到东西，才能帮你加分。真没想到，你这么难伺候，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，这么能忍疼。你，真是我的好晴儿。小姐，其实我很痛，只是舍不得你自责呀。哎呀，想喝水我来帮你倒，肩上的伤还没有好，快坐下。我在这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醒来之后又看不到你，我心里就更加害怕了。刚刚我在外面转了一圈，这个小镇上确实已经不安全了，正想回来问问你，你能走动了吗？照道理，应该让你多休息几天，但是这个小镇上布满了官兵，再不走就走不掉了。行，我能走。我这会儿不是已经下床了吗？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，去找小燕子和紫薇吧。我好担心他们。可是你脸色苍白，真的可以吗？虽然我已经雇了马车和车夫，但是这一路上会很颠簸，你要有心理准备才行。自从让你在我心里扎根开始，我就已经做好各种心理准备了。不要把我想得太娇弱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这包东西是什么？既然你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那是不是代表我做什么你都会相信？那要看是什么事情。我可不是那种愚忠盲从的女子。是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子。总之，不管我让你做什么，你都要相信我，一切都是在保护你，知道吗？嗯。我就暂时勉为其难的相信你就是了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要离开的话，必须改头换面，乔装一下。你的胳膊不能抬，伤口缝线会裂开，只好我来帮你换衣服了。什么？又要换衣服？从你上车开始，就一直瞪着我不说话。怎么了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在生气吗？还是伤口痛？你说要易容，要乔装，我懂。可是，为什么偏偏要把人家打扮成一个大肚子？人家明明还是闺女，又没有嫁人，就让我变成孕妇了。你早晚是我的人，是我儿子的亲娘。虽然还没有跟你成亲，但你注定是我萧剑的妻子。今天你就委屈点儿，当做是孕妇实习一下，嗯？你真可恶！距离成为孕妇，直接跳过好多步骤，什么事也没问过人家，包括帮人家换衣服也是。人家又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。你不嫁我可以啊。
反正我娶你就成了。反正我是被你吃定了。错，是我被你吃定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拦住！咦，哎，站住！停车！官爷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奉命检查所有的车辆。好的。哎呀，好痛！哎呀，好痛！我不要生了！这么痛，我不要生了！什么不生了？都等了10个月了，好不容易快生了，再忍一下啊！哎呦，这么痛，我的肚子快痛死了！我知道你疼，受不了了。咱们到了前面镇上就找接生婆，再忍一下啊！官府依规定临检，你们2位通通下车。官爷，你也看到孩子他娘快生了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你就赶紧检查，检查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县太爷有规定，1只蚂蚁都要检查，你们快点下车。哎呀，痛死人了！不得了了！孩子好像要生出来了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官爷，你会接生吗？麻烦你帮忙接生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头一胎，没经验呢。我哪会接生啊？孩子好像要生出来了！啊，别说，哎，快！前方8里河有一个接生婆，快走！哎，谢谢官爷，快走！哎呦，别生在我车里啊，还是忍一会儿吧。救！谁来救我呀？我快痛死了！救！快痛死我了！我就知道，你们那个老爷的笨官兵啊，就只会搜你们这些俊男美女，对乡下的孕妇是不会在意的。你怎么满头冷汗？怎么了？痛，真的很痛。假怀孕会真的生吗？怎么会痛呢？不是肚子痛，是伤口痛。刚才表演太卖力，碰到伤口了。来，等到了白河镇，我一定给你请个真的大夫看看。小兄弟，真不错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缝合伤口的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哎，记住啊，伤口要定时换药哦。好。哦，这些也拿回去，煎了给姑娘喝，用不了几天，伤口就会自己愈合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送了啊。让大夫处理过你的伤口，我总算可以放心了。生怕没有处理好你的伤口，会留下病根子。连大夫都说你伤口缝得好，都没人同情我这个实验品。你受伤，我难过自责死了，恨不得替你能挨上这一刀。你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有我心疼怜惜就够了，干嘛让别人同情你？哎，对不起，你们。萧剑，晴儿，你们终于找回来了。小姐，怎么办？紫薇她看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看不见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一会儿回去之后再说。我们是来找大夫的，带去帮紫薇看眼睛的。想不到，在这儿碰到了你们。你们有人受伤了，还是有人生病了？晴儿。你受伤了吗？小姐已经帮我治疗过了，刚刚大夫又抓了药，我没事儿。我们赶快去看紫薇吧。快走。走。
药了。萧夫人，今天该帮你的伤口拆线了。什么萧夫人？你这样叫，万一被紫薇和小燕子听到，那我会多丢人呀！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是我妻子，叫你萧夫人哪里不对了？要不那天马车上的孩子是谁的呀？什么跟什么呀？哪来的孩子？那不就是一场逃命的游戏？你还想玩下去？我是很认真的，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戏，希望早有一天能看到一大群小晴儿、小萧剑满屋子跑呢。哼！你就乖乖坐好，萧大侠会轻轻帮你拆线，不会让你疼的。现在紫薇和小燕子都找到了，能告诉我在你心里的分数吗？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有人说我对她不够好，我就天天检讨反省自己。我的分数现在达到水平了吗？现在这世上，大概没有任何数字可以代表或是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分量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很高兴，也很幸运，此生能够遇上你，萧大侠。萧大侠，可不可以轻一点？对不起，弄疼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只是这萧大夫的手艺不太好，伤口缝得不够美丽，有点像蜈蚣。啊？什么？像蜈蚣？我最害怕蜈蚣了，这是我生平身上第一道疤痕。你是我的，这道疤痕也是我的。希望它以后会慢慢淡化。如果不会，我也会欣赏它。不管它像蜈蚣还是蚯蚓，都是最美的艺术，而且是属于我个人专属的艺术。晴儿，小燕子，这是斑鸠的帽子。这种斗笠啊很好找，到处都是。可是这后面的辫子怎么办？上次是谁给他做的？我们去哪里找头发给他做辫子啊？你呀，聪明的时候真是聪明，笨的时候呀真是笨。我们两个加上紫薇都是长发，每个人剪下来一缕就可以啦。哎，是啊。班杰明，你这帽子可不简单，晴儿带着伤连夜帮你做出来，可千万不要再搞丢了。后面这条辫子更了不得了，
是3位格格各自捐出一缕自己的头发编出来的。小燕子、紫薇、晴儿，这帽子太珍贵了，我班主任脑袋也太荣幸了。为了答谢你们，我保证以后帽在人在，帽丢人亡。哎，班长，呸！你不要中文乱说一气，乱学一通，行吗？也不必那么严重吧。严重，这帽子有3位格格的头发，我会终身珍藏这顶帽子的。我们逃亡没多久，东西越来越少，人越来越少，马越来越少，就连盘缠也越来越少。再加上紫薇的病，晴儿的伤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走到云南。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云南，只要没有追兵，可以随遇而安。任何一战都可以成为终点站。盘缠越来越少，这是一定的事。我们走着瞧。紫薇，晴儿，擦擦手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紫薇，喝点水。紫薇，喝水。紫薇，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跟我说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做啊。晴儿，你哪里不舒服，千万不要忍着，我们随时都可以下车休息的嘛啊。紫薇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好的。昨天晚上，我跟玉皇大帝商量了一整个晚上，求他让你好起来，他已经答应我了。是吗？那他是怎么答应你的呢？我跟他说，玉皇大帝，如果你让紫薇不好的话呢，就让天不要亮了；如果你答应我呢，就让天会亮。结果，嘿，天亮了，所以啊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小燕子，你真有办法，还能让紫薇笑。小燕子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也越来越能干了，能用扩车瘦马换来2匹骏马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小燕子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是要头1颗，要命1条，要2匹马，更是小事一桩。那可不是嘛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们还能在车里说说笑笑，实在不容易。这3个格格，每个人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。即使在落难的时候，一个永远潇潇洒洒，笑口常开；一个百折不挠，逆来顺受；另外一个是坚韧不拔，冰雪聪明。真让我佩服。永琪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：我们弄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坦白地告诉我，你还觉得你的那个阿玛是个人君吗？是的，他是一个人君。你不恨他吗？他要砍掉2个格格的头，再一路追杀我们，他还能算一个慈父人君吗？他已经尽力了，他一直就是一个慈父人君啊。只是我们做了很多他不能承受的事情。在我们要责备他之前，我们先要检讨自己。他定下了很多规矩，不能否认的是，我们一直在犯规啊。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是一只老虎。想要在老虎嘴里拔牙，就不能怪老虎咬我们。好热闹呀！我看比北京还热闹呢。永琪、范建明，这家店是我朋友开的，你们先不用下来了，我进去打听一些事情，马上就出来。好。我对洛人的印象是一句中国的成语“洛阳纸贵”，不过洛人的纸为什么会比较贵呢？班长，这
这个成语我学过，洛阳纸贵是形容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，所有的人啊都争着抢着去抄写宣传它，直到写到有钱都买不到纸来抄写。这样你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毕竟啊，我小燕子是中国人，比你这懂中文的杨老外知道的还是多多了。是小燕子师傅指教的。客气客气客气。这里就是洛阳了，街道很宽广，也很干净，老百姓穿的衣服都很漂亮，看样子是一个繁华的地方。我想我们有救了，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，一定会有好大夫的。尔康，这个名单是洛阳所有名医的名单，地址都在上面了，还有专门治眼睛的。我想，紫薇的眼睛不能再耽搁了，越早治疗越有希望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大夫，然后再去住客栈。我们不住客栈了，我已经找了几间民房，是个小四合院，我已经把它租下来了。我们先在那里住一段时间，等到紫薇的眼睛治好了，我们再动身。我们先去四合院，然后再带紫薇去看大夫。小姐，这一路幸好有你。呀。小姐，你真是一个天才！我们现在正在逃难呢，你居然能找到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，哎，你怎么哪里都有朋友呀？这就是一萧一剑走江湖的结果。这个小四合院一共有6间房，还是独门独院，够我们住的了。租1个月的租金啊，我们住客栈只能住2天。好了，大家帮忙把车上的行李都搬下来吧。那我能帮什么忙呢？你就坐在这儿别动，就是帮我们大家的忙了。厨房在哪儿？我看我们需要烧一壶热水，泡上一壶好茶，好好的喝一喝。好不容易找到一间这么像家的房子，看来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。永琪，你真不简单。我觉得你才不简单呢。彼此彼此吧。哎，你们啊就彼此彼此吧，我来呼噜呼噜。什么叫呼噜呼噜啊？烧开水啊，水烧开的时候不是会呼噜呼噜响吗？看来我只好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了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喝口茶，换套衣服。你也梳洗梳洗。一会儿我马上带你去看大夫，我这手里面有10个大夫的名字。这样，一会儿2、3号组员一起去看大夫。紫薇治疗眼睛，晴儿让大夫再看一下伤口。至于1号组员，小燕子、永琪搬杰明，你们上街买些日用品，顺便再去查看一下洛阳城里有没有官兵在追我们。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官兵啊，这洛阳城应该已经安全了吧？虽然没有什么官兵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松懈。哎，你干嘛突然不走了？喂，看什么看那么出水？喂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啊！里边各种乐器齐全，尽您挑选啊！里边请啊，任意挑选。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这里好多中国乐器啊！最近紫薇郁郁寡欢，我们买一个给她开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！现在能让紫薇开心的，恐怕就是让她弹琴了。
哎呀，斑鸠，说你笨，你还真不傻，想得又快又好，就买一把琴送给紫薇。喂，你们忘记小姐说的话了吗？钱要用在刀口上。你们口袋里还有多少钱啊？现在有没有余力买琴啊？紫薇眼睛瞎了，有多惨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就是把钱用在刀口上，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儿。说的也是。何况，这买一把琴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吧？哎呀，我们先看看，问问价格再说嘛。老板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这。哎，您这把琴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你买的话5吊钱好了。What？ 这看起来旧旧的，好像是二手货。它就是二手货，所以便宜卖呀，5吊钱一口价。你要的话呀就拿去，不要呀就拉倒。这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啊，那把琴是全新的，你要买的话，就算你10两白银吧。白继明，这个怎么样？送紫薇总不能送二手货吧？就是，送紫薇一定要送全新的。老板，那把琴拿下来给我们看看行吗？这把琴，恐怕你们买不起吧？要买全新的，你们就买那把10两的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起啊？哪有卖东西不给客人看的道理啊？哎，这把琴啊，是纯手工雕刻的，又是用上等的马尾做的琴弦，25两，不二价。你们要是出得起这笔钱呢，我就拿下来。哎，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？你不拿下来让我们瞧瞧，我们哪知道它值不值25两啊？对不对？钱在这儿，可以拿下来了吧？哎，来啊，让，哎，对，哎，瞧，这琴多好啊！啊，这弦子都是纯正的马尾做的，啊。这一把果然是好琴。这把25两是不是太贵了？咱们顶多奢侈一点，买那把10两的，不行吗？不行，买那把琴还不如不买。那把琴根本配不上紫薇。你不知道，学音乐的人就是需要有一把好琴，才会有好的感觉，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。对，就跟我们跑马一样，要有一匹快马才能跑得更快啊！我们俩就买这把最好的琴给紫薇嘛。25两，这个老板会不会狮子大开口啊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杀价？那要杀多少？当然是对半砍了，让我来。对半。老板，你这个琴啊，25两太贵了，12两，马上打包拿走，怎么样？姑娘啊，一听你开这价，你就是不会弹琴的。我这又不是卖菜卖肉的小商贩，你随便讨价还价呀。我卖琴都卖了几10年了，童叟无欺，不二价。这好琴呢，内行人呀一看就懂，没有像你这么胡乱开价的。买琴我还真是不懂，比买马难搞多了。说到买马，我们不是什么钱都没花吗？您就有满满的钱买这琴给紫薇吗？你们那儿还有多少钱？怎么办？咱们全身上下也只有20两，还差5两啊！就算把这些都退了，也就几吊钱。
老板，我们身上就差5两钱，你开口不二价，我们也不为难你。不过，我帮你卖出去高过5两钱的乐器，你就20两卖我这把古筝，这样行吗？好啊，你帮我做生意，不过你也得卖出去再说呀。刚出笼的小笼包，都来尝一尝。哎，老板，凳子借我一下。好，你有吗？过去看看。看看去。斑鸠！天哪，斑鸠，你还会拉二胡啊？你太棒了！这就跟我小提琴一样啊，一摸就上手。说出来你也不相信，二胡是长寿教我的。长寿，他还会拉琴啊！我还以为他只会看病呢。永琪，你怎么会？永琪的笛子也是长寿教的，长寿啊，只是深藏不露而已。各位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们，买琴就到琴韵轩，童叟无欺好商店啊，琴箫古筝通通有，好货都在琴韵轩，赶快来买啊！快来快来，看这里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呀，这位美女，你一看啊就会弹琴，我要去帮您挑一把最好的琴。赶快赶快，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。洛阳最好的乐器就在琴韵轩。你们乐器多的，看看里面都是什么啊？走。真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是个大行家呀！啊，这个琴呀，你一定会爱不释手的。按说好的20两，快给钱啊！快！老板，你看我们帮你卖了那么多乐器，你再便宜一点点嘛，便宜一点点，一点。小燕子，做人要讲究诚信，不能打破别人的原则。快给钱吧。拜拜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样啊，一点心意，感谢刚才你们的表演。好，再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再见，老板，再见，谢谢啊。我们口袋没有光溜溜哎！哎呀，我们还有钱。轻点放，把椅子拿过来。小燕子，是你吗？紫薇，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了，可是你的手还是一样灵活，
耳朵还是一样清楚。你摸摸看，这是什么？古筝，这是一把古筝。你们出去刺探军情，居然买了一把琴回来。它不是一把普通的琴，它是一把上好的古筝。他的老板把它吹嘘得不得了。班杰明亲自试过他的弦，证明它是一把好琴。但是，除非你要亲自弹一弹，如果弹得好听，才算货真价实啊。紫薇，你快弹弹，别辜负了1号3人组。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，真是不错。紫薇，弹首曲子给我们听听。高山流水，不过如此。阿康，我在这儿，我正看着你。阿康，那天我缩在墙角，封闭自己，你抱着我哭，在我耳边不停地唱，不能和我分手，不能和我分手，唱到嗓子都哑了。那时我心里也在唱另外一首歌，一首好想唱给你听的歌。我没有琴，可是我现在有琴了，我可以唱给你听吗？当然，我想听，我要听。我也要听。你们大家对我这么好，不是说钱不够用吗？还给我买琴。如果我不好好的弹一首，好好的唱一唱，就太辜负你们大家了。你们快坐好，我现在要弹琴唱歌了。阿康，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你，但是我的心看得见你。虽然你看不见我，但我能清清楚楚地看着你。那天我掉进黑暗深渊，举目四望，看不到一点光线，黑夜无穷无尽又无边，我看不到日出，看不到你深情的眼，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化为飞烟，我的心在绝望中碎成千万万片，我不再能爱，不再能笑，甚至感觉不到你的心痛、心碎和心酸。那天你为我寻找光线，轻言细语诉说着情意绵绵，无论我多么愤怒退去，你紧握的手，带我到我们的湖边，你让我接触属于我们的誓言，把我破碎的心仔仔细细的拾起，你
天真是做对了一件事儿。你们看紫薇拿到琴的时候，开心的，笑的都跟花儿一样。樊娇，我们买马买琴啊，多亏你脑筋转得快，才让我们要什么有什么。好了，别兴奋过头了，大家还等着我们做饭呢。难得今天大家心情这么好，今天的晚餐也要用心一点。厨房里没有木柴了，我去砍些柴来。我去吧，我去砍些木头来生火。水缸里的水剩的不多了，我去打些井水来。那我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洗米。今天紫薇这把琴啊，你选的真好，光听弦声就知道是把好琴。你真不愧是懂音乐的人。其实中国的乐器我也不是很懂啊，不过以我的小提琴来说，琴的好坏就在于音箱的构造和琴型的优劣。紫薇能够遇上这把好琴，算是一种缘分吧。既然是把好琴，价钱应该不便宜吧？完了，小姐问到价钱了，老实说的话可能会被打一顿啊。我还没有自信能打得过萧剑啊。那么好把琴到底花了多少钱？那是一把新的琴啊，老板硬是不二价，非要10两才肯卖，所以我们就花了10两把琴带回来了。10两？确定是花了10两？God， 请再次原谅我吧，原谅我这个不得已的善意谎言啊。今天带紫薇和晴儿去看病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位卖鱼的朋友，送给我们1条鱼，你会不会处理啊？啊？这条鱼是要先开膛破肚吧？这条鱼啊，还是我亲自来处理吧。哎，紫薇那把琴，你们花多少钱买的？千万不能说实话，否则会被骂得臭头的。随便掰一个数字好了。其实那把琴也挺便宜的呀，只花了8两就买到了。那个老板也挺好说话的。哦，这把琴这么便宜啊？是啊，你也觉得很便宜吧？我还觉得买贵了呢，或者是被坑了。佳佳，饭啊马上就煮好了，一会儿我就切菜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小健，你买了鱼啊？我听人说啊，这吃鱼对眼睛可好了。我本来也想买鱼给紫薇补补身体的，可是那个菜市场的鱼又贵又不新鲜。哎，这个挺新鲜的，所以啊，后来我就去买了猪肉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又有肉又有鱼，紫薇有鱼可以吃了。鱼贵，你没有买。那把琴，你又是花多少钱买回来的呀？啊，多少钱啊？你平时迷迷糊糊的，这么大把琴，该不会是忘记价钱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说出来可能会吓死你，那琴啊好便宜呢。你也知道，我小燕子从小从商场里打滚长大的，我买东西啊卖东西那可是一流的。那把琴啊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啊？
10吊钱。什么8吊钱10吊钱？你们几个好能干啊！大概只花了8个铜板就买回来了吧？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哎呀，能花多少钱嘛？不就5两银子的事吗？你想想看啊，我不花半毛钱我就找到2匹好马，我需要花什么大钱来买一把好琴吗？你想想看，我是商场有名的小燕子，谁能糊弄得了我呢？对吧？你们3个真厉害，3个人说出5种价钱来。好啊，把你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，让我看看还剩多少。什么？这小锭银子还不到1两重呢，你们3个人就剩下1两了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这银子要用在刀口上，你们听不懂吗？哎呀，是呀，是花在刀口上了嘛。你们看到紫薇拿到琴，她有多开心啊！紫薇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难道你要让她心也死了吗？你刚刚也看到了，紫薇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在对我们和尔康弹琴唱歌？就算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光了，难道不值得吗？是。紫薇的喜怒哀乐对我们大家很重要，你们几个就不能务实一点吗？我们在逃亡，每天要吃、要喝，还要住。买琴很好，我也很赞成。但是，你们就不能买的便宜点的吗？是啊，我们商量了半天，是想买便宜点还是买贵一点的。可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，只有好的琴才能配得上紫薇啊。对，就是小姐你也吹箫，做箫的材料如果不好，你吹得出好的箫声吗？我的小提琴也是上好的木材，上好的琴弦，我拉的才顺手啊。哎呀，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钱用完了还可以再赚啊！你想想看，我小燕子刚进宫以前，我还是照样自己赚钱，把自己养到18了。上次紫薇还教过我一首诗，叫“就算我笨也有用，千金用完了它还会来嘛。”是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又会念诗，又会功夫，还会抓我们毛病。哎呀，我说师傅，你就猫头鹰打瞌睡，睁着眼闭着眼，马马虎虎就得了呗。你们身上不是还有钱吗？借来用点呗。我们身上的钱给你们3个用，想得美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1号3人组自己想办法赚钱，我还要养活别的人。人家晴儿身体没好，紫薇还需要继续治疗，我们也要在洛阳停留一段时间，继续找大夫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几个好自为之吧。我说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好事先套好招呢？刘七、樊婷婷，你们到底说多少钱？怎么都唬不住他呢？萧大侠哪是我们可以随便糊弄的人物啊？是我们自己太不够诚实啊！总之，我们要开始想办法赚钱啊！我想来想去，我就去街上卖画。我们欧洲人习惯在街头帮人画素描，我一张素描可以收个10文钱，怎么样啊？你要卖素描啊？那我就卖字画好了。我的字啊，写得也不差。反正我们1号3人组不会被饿死。对呀，这我小燕子知道的可多了，我可以去变戏法呀。劝你还是不要变了吧。你要是穿帮了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你口才好，你帮我们招揽生意就够了。我口才好呀。你口才倍儿棒，吹牛的功夫也是一流的，倍儿好。忘了说件事，明天早上，小燕子，某时报到，我在院子里教你功夫。是，小燕子遵命。怎么样？我说没有是吧？相信我就对了。哎，永琪，
你快点把鱼弄好给紫薇吃。能够这样苦中作乐，用光所有的钱去帮紫薇买琴，这么热情、乐观又义气，想跟他假装生气，都做不到啊。